你从何而来的勇气，居然会帮我们一起出手对付陈有生呢？因为无论陈有生会不会，反正我肯定会死，所以我宁可赌一赌。如果可以杀死陈有生，起码我还有机会拿到解药，还能为我爱的人报仇。而如果杀不死他，早晚他都会杀死我的。我爱的人，多谢楚兄帮我杀了陈有生。我希望楚兄可以带着我一起探索秘地，除了九雷战法之外，其他的东西我可以一概不要。你是云天雷的后人哦，没想到楚兄对于我们九雷宫的事情倒是颇有了解。我的确是云天雷的后人，3000多年前，我们天雷老祖是我们九雷宫的公主，后来呢离开了九雷宫，加入了灵王宫，乃是那个时代战王麾下7大灵王之一的雷王。云天雷的后人，你知道如何打开这座大殿的门吗？这座殿门呢，只有2种办法可以开启，一种是血祭，一种是破解殿门上的禁制。陈有生带我来这儿，实际上就是想要用我来血祭的。血祭是最愚蠢的办法，哼！九雷宫的人留下传承，怎么可能让嫡系后人用生命来血祭啊？那你说的这些我也知道啊，但是除了血祭，我也不知道开启这座殿门的具体办法。2000多年的岁月，嫡系一脉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很多东西都失传了，线索也断了。雷电之力与灵阵禁制融合在了一起，若要破解，唯一的办法就是破解灵阵禁制的同时，还能保证不触发灵阵中蕴含的雷电之力。你在这里等着，别乱动啊！楚兄，你太厉害了！楚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楚灵天不是你真正的名字，你应该就是那诸圣地寻找的那个楚尘吧？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在你出手杀陈有生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个人。当初跟我交手的那个人也是你吧？这应该就是那个虚神境的九雷宫强者了吧？玉简，这里要毁掉了。我们直接被传送到了雷鸣山的外边啊！看来那个密地中的骸骨主人的确是一位虚神境的高手啊。楚兄，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啊！大恩不言谢，将来楚兄但凡是有需要到我的地方，我云拓都必然会倾尽全力。折腾了这么久，我也该找个地方融合水火之力了。之前得到的玉盒，还有少岩拓给我的黄色盒子，不知道里面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呢？这一切难道是冥冥中注定的吗？在混沌气的脱胎换骨之下，我的修为可以比肩超出我4个境界的武者，而我的肉身更是超出了我自身接近7个境界的力量。如果我将水火之力融合，我的整体实力还可进一步的提升。还真是巧合呢，我越来越喜欢人生何处不相逢这句话了呢。我不明白姑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小弟弟，你以为戴着斗笠我就认不出你了吗？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当初在墨雨城的时候，某人可是亲口说要和我们秦族联姻的呢。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楚小弟，你就不需要试探了，因为只要是被姐姐我见过的人，那么无论他伪装变成什么模样，只要出现，姐姐我都可以一眼认出来。而姐姐我可是见过你2次的，一次是在墨雨城，一次是在妖族据点。楚小弟，你还不肯摘下斗笠吗？你难道不知道跟我走得太近很危险吗？楚小弟真是会开玩笑。虽然我知道你是轮回转世之人，以单元7重境的修为可以媲美天罡境的强者，但是姐姐我可不是普通的天罡境啊。很可惜呀，我也不是普通的单元境。这不可能，你的力量……只要我愿意，下一刻你这颗美丽的头颅就会飞向天空。你敢杀我吗？你说我不敢？哼！如果你继续凝聚体内的修为，我下一刻就斩了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不用担心，只能暂时封住你的修为，最多半个时辰，封禁自然就会解除。你有什么目的？你觉得呢？你现在一身修为不能动用，在我的面前犹如羔羊。如你这般倾城脱俗的女子，相信可以让天底下的很多男人都疯狂吧？啊？哼，有本事你就杀我！别那么激动，我对你没有什么兴趣。既然我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这柄剑就不用继续压在我的肩膀上了吧？哼，收起你的那点小心思吧。你既然知道了我的一些来历，就应该清楚我比你祖爷爷活得都久。你到底要做什么？你既然不杀我，莫非是要挟持我来威胁秦祖吗？我想知道这最近南玄之地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奉劝你最好别撒谎，不然的话，我即便是不杀你，也会在你的身上留下一些疤痕。就算是秦族的疗伤圣药，也无法帮你恢复。难怪诸圣地遍寻你不得，原来你一直都与外界隔绝，躲藏在原始山林中。不过，关于外界的事情，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些。好强大的灵魂力啊！哼，我倒是小觑你了。看来是我对你太仁慈了。你封印我修为的秘术的确不错，但我的灵魂力超出你的想象，已经在暗中冲破了你的封禁。无极顺势。什么？我本没想杀你，你却以灵魂力袭击我，意图破我识海，伤我性命。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你要将我带去秦族。我为何要带你去秦族？实际上，我对轮回的禁忌很感兴趣，尤其是你那双轮回眼，不知是否如传说中形容的那样，可以让人成就至尊。哈，你的野心倒是不小啊。谁说女子不如男？世人无知，但我却知道，上古之后的岁月，曾有一位女帝冠绝一个时代，横推无敌手。你身上的秘密很多，我的灵魂识海与生俱来就有一轮明月，20年来的温养下，让我的灵魂力极其强大，远超同境界的其他人，却竟然无法撼动你的识海。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你如何的奸猾，任你有怎样的手段，都是不堪一击的虚妄而已。你的动作早已经被我看穿了。哼，身材不错，手感也不错，我都有点舍不得杀你了。喂，你确定要这样与我赤身大战吗？我杀了你！哼，你倒是聪明。你这是自寻死路！镇杀剑阵！你这个疯子！你开启了人体秘藏。哎，齐明月，莫非你是想要退走了吗？身为天罡9重境的秦族候补圣女，却在我这个但愿10重境的武者面前退避逃走，你不觉得丢人吗？你无需激我，将来我若成了圣女，必然可以得到秦族开启人体秘力之术，到时候我必然亲手杀你。哼！世间最毒女人心呐！我看光了你的身体，该摸的都摸了，不该摸的也都摸了，你却要杀我，你下得去手吗？我会用你的鲜血来洗刷我的荣辱。我等你来杀我，不过在你走之前，我还是给你留下一点印记吧。你意境之力？不对，不是真正的意境之力，不然的话，你早就可以杀我了。你等着，我必定杀你。哼，看来他的野心的确不小，知道了我的下落，却没有告诉秦族的高层。看来是真的想要找机会杀了我，然后从我的身上得到轮回的秘密。我的修为想要突破天罡境，需要凝钢丹。凝钢丹的材料比化钢丹珍贵得多，在这原始山林中想要找的材料，犹如大海捞针，纯粹就是碰运气了呀。青儿，
青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哥哥，真的是你吗？哥哥，我虽然看不到你的脸，但你的声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青儿，你受伤了。哥哥，我们快点逃吧！我遇到了一些人，可能会追踪到这里来。嘿嘿嘿，你们谁都不用走了，你们死定了。将这里面的丹药拿出一颗服下，你的伤势很快就会恢复，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哥哥，你……哼，放心吧，这些跳梁小丑我还没有放在眼里。直接杀了这个小子，那个丫头留下，无论是脸蛋还是身材，那都是极品。兄弟们来这山林中和凶手拼命，带个女人在身边可以多玩上几天。先杀了这个戴着斗笠的小子，宁元化刚，他不是单元境的武者。哎，这只是一个误会。既然阁下也是天罡境，那么在下就不得罪了。哼，误会。青儿，我们走吧。哥哥，你的实力好强。你也不错啊，上一次你的修为还是单元9重境，如今已经突破到天罡境了。现在你不否认你是我哥哥了吗？你为什么会来南选？又为什么会孤身一人进入荒野山林？身边也没有人陪同保护啊。我离开了穆家。哥哥，我希望你不要再怪婉仪了。当年的事情，婉仪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才不得不那样做。而且这一次，如果不是有婉仪的帮忙，我也不可能离开穆家，还没有被发现。穆家这笔账，我会和你们穆家好好的清算清算的。青儿，你以后就跟着我吧，只要有我在你的身边，除非我死了，否则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是一个哥哥的承诺。你这样，玄天忘情路你以后就不要修炼了，我传给你一门新的功法。我们走吧，将来我会亲自去一趟穆家，带着我们的母亲去和父亲团聚的。好浓郁的元气。哥哥，这个遗迹里面肯定有好东西，不然的话不会元气这么浓郁。但是青儿，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来到这里之时并没有元气的波动传递出来，但是我们站在这里之后才有元气传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快走！无极顺势！哥哥！上古无兽。上古无兽，传说是从虚无中诞生的凶兽，可以吞噬一切，将世间万物都化作虚无。在上古最辉煌的时期，一头无兽诞生，有数位真神因它而死。真神因它而死？无兽共有18条出手，这里有1条。看来上古年间，无兽并没有被彻底的杀死。我们离开这儿。哥哥，我们要去哪里？去古天神门。在去古天神门之前，我需要先突破到天罡境才行啊。以哥哥的天赋，肯定很快就能突破的。哥哥还在想无兽的事情吗？是啊，无兽太可怕了。将来的岁月当中，一旦无兽为祸，整个天地将无人可以幸免于难。到时候不止我会死，你也会死，我们的父母亲人也都会死，谁都逃不掉。什么人？哥，这个人闯入我们院子，不知道有什么目的。这位姑娘，这位公子，我不是故意闯进你们的院子，而是因为我被人追杀，实在是走投无路。你可以留下，但你不能久留。多谢公子，我保证2天之内我养好伤就走。我叫樊雯，还请2位恩人告知明慧，将来小女子有机会必定报答2位的恩情。我叫楚凌天，她是我的妹妹楚青青。将她安排好之后，你来我的房间一下。青儿，你为人太善良了，当今的世道
人心险恶，起码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黑衣女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对不起，哥哥，是青儿考虑的不周。青儿，哥哥没有怪你的意思啊，我只是想要告诉你，将来你不可能永远都跟在我的身边。如果没有我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对其他的陌生人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戒备之心，否则你本性的善良就很容易被人利用。我知道了，哥哥。去修炼吧，我们在这里也停留不了几天，就会继续上路了。多谢楚公子的收留，经过一晚上的休养，我的伤势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打算去古天神门的天罡域，将来如果有机会再相遇的话，我梵文一定会报答你们的这份恩情。你说你要去古天神门的天罡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的修为是单元9重境，似乎无法进入古天神门呢。单元9重境的确无法进入古天神门，但是在去古天神门的路上，我的修为一定可以踏入天罡境的，那自然就能走进去了。就算你踏入了天罡境，也不过是天罡1重境。古天神门内的天罡域内，天罡7重境以上的高手也有很多。你这是去找死吗？古天神门之中可不是乐土啊，而是很残酷的地方。强者为尊，弱者大多是死路一条啊。特别是像你这种有点姿色的女人，如果去了古天神门的天罡域，倒是有可能被某位强者看上，然后有人庇护你啊。哪有你这样说话的？我梵文就算是混得太差，也不需要别人来庇护，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身体去依附于别人。那你最好别去天罡域了。不，我一定要去，因为我必须去天罡域证明自己。古天神宗据说在天罡域内招收弟子，只要加入了古天神宗，我就能证明自己，让那些小看我的人知道，我梵文绝对不是一个花瓶。古天神宗？你不会连古天神宗都不知道吧？古天神宗是最近1000多年崛起的传承，仅仅用了不到1000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南玄的圣地之一。而且古天神宗就建造在古天神门之内，就算是其他的圣地传人进入了古天神门，都不敢轻易的招惹古天神宗。有点意思。哥哥，我们不是也要去古天神门吗？你们也要去古天神门？那真是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听说这一次古天神宗招收弟子，只要通过了考核，就有机会得到进入天脉山。天脉山要开启了？没错，天脉山可是上古时代的遗迹，数千年才会开启一次，且只有修为不超过天罡境的人才能进去。你们需要丹药吗？你们帮过我，我可以给你们丹药，不要玉璧的。一颗中等品质的生元丹，起码也能卖出10多万玉璧的价格。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小富婆。可惜没有上等的生元丹，我爹炼制的上等生元丹都被那些可恶的圣地拿走了。哦，这么说，你父亲是一位3品炼丹师了？不，我爹不是3品炼丹师，而是一位5品炼丹师，很少炼制3品丹药的。难怪樊姐姐的丹药这么多，有一位可以炼制上等丹药的5品炼丹师的父亲。你说要加入某个圣地应该不难，为什么还要去古天神门呢？加入圣地哪有那么容易？我爹虽然是5品炼丹师，但他也最多只能炼制出上等的3品丹药。能让我加入一个地庭级的传承倒是可以，圣地就没那么容易了。唉，本来我爹是想要把我送到紫云圣地的，但却要嫁给一个紫云圣地的弟子，我怎么可能答应？我连认识都不认识那个人。青儿妹妹，你居然已经是天罡境的修为了，你的哥哥岂不是修为更高？我的修为是单元10重境。我这里有凝钢丹。
凝钢丹还是你自己留着吧，等你的修为到达了丹元10重境之后，你需要凝钢丹才能够突破天罡境。哥哥，天脉山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天脉山啊，传说是一座从天而降的山脉，坠落在古天神门中的天罡域之内。也有说法是，古天神门存在于世间之时呢，这天脉山就在天罡域之内。我更倾向于后者的说法。这天脉山的天地元气非常的浓郁，孕育了无数的宝物，但同样里面也存在有许多的危险，每次开启都会有许多的人陨落。并且因为天脉山就在天罡域之内，只有天罡境的修为才能够进去，那些修为强大的老辈强者也只能是干瞪眼。而且就算是那些老一辈的强者进入天罡域之后，修为被压制在天罡境，他们也无法进入天脉山，会被天脉山存在的力量阻挡在外。哥哥，你要去天脉山？是的，我的境界提升呢，相对于普通的武者来说要难得多。天脉山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个机缘，可以让我快速的将实力提升上去。但是天脉山那个地方既然机缘很多，肯定会很危险，也会有很多厉害的人进去。年轻一代的天罡境中，一些圣子级的天才有可能也会去的。放心吧，就算是为了我的妹妹，我也会好好的活着。将来我还要带着你去和咱们的父母一起团聚呢。我最讨厌使用空间传送阵了，每次用完之后我都要头晕1个多时辰，而且用空间传送阵来赶路，老有在外面历练的感觉。终于突破了呀！虽然我的灵魂力不像是过去那般比自身的修为超出好几个境界，但是凭借9天神地诀淬炼的灵魂力，加上轮回眼第2转的斩神之术，天罡5重境的高手也难扛我的斩神一击呀！哈哈，上古真神可没这本事啊！说的好像你知道上古真神有多大本事似的。古天神门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站住！你有什么事情吗？哼，一看你们就是刚来的新人，不清楚这里的规矩啊？什么规矩？修为低于天罡4重境的都要缴纳100万玉币才能进去。天罡4重境以下，缴纳100万玉币才能够进入古天神门。没听说过进入古天神门还需要缴纳玉币的，让开！我们是天罗地庭的弟子，你们也敢阻拦？天罗地庭的弟子，好大的威风啊！要是圣地弟子呢，我们自然不敢拦，区区一个地庭传承而已，不按照规矩来办事儿，就要承担后果。你敢动手？哼！小子，这是给你的教训，以后记住了，出门在外，不是圣地出身的真传弟子，还是老实一点的好。老子说了，既然只收100万玉币，那么就绝对不会多拿你1块玉币。要进去的话，就赶紧滚进去；不去的话，就赶紧滚蛋！你们也看到了，这位师妹还是老老实实的缴纳玉币吧，100万玉币而已啊，对于你们来说也应该不算什么。师妹，你长得这么漂亮，如果少了一条胳膊，那就太煞风景了，是吧？这就对了嘛。好了，你可以过去了。你们的玉币呢？玉币我有，但却不会给你。你疯了！你要是不舍得交出玉币，我可以给你们交啊。任何人都要为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呀，除非你能证明自己的实力有那个资格享受不交玉币就能进去的待遇，不然的话，就凭你刚才的那些话，就算是这位师妹给你交上了玉币，你也要付出代价。青儿，退后。完了！天罡5重境，原来阁下是隐藏了真实的修为啊！刚才你说，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实力，就要付出代价。那么你没有足够的实力却来找我的麻烦，你也同样要付出一些代价。此人能够随手折断苗哲的剑，
不是简单的人物，而且他留手了，不然刚才的剑刃划伤的就不是苗哲的肩膀了，而是他的脖子。走吧。天哪，你居然这么厉害！哎，刚才那个人的速度好快啊！是啊，我也见过其他天罡五重境的高手，但是出手的速度绝对没有刚才那个戴着斗笠的人快啊！你们懂什么？那个青衣人手中的剑起码也是个4品灵剑，却被他以双指折断，这绝对不是普通天罡五重境能够做得到的。这么说，那个斗笠人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实力了？真是霸气啊！双指断剑，从容而过。哎，他难道是天罡7重境以上的高手啊？虽然戴着斗笠，但是给人的感觉年纪不大呀。年轻一代中有这种实力的人可是不多呀。还真是厉害呀。苗哲，你没事吧？哎，没事。哎，他手下留情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这件事情，苗哲，你去报告玄剑公子，刚才那个人的实力不错，相信玄剑公子应该也愿意将他招揽到麾下的。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早说？早知道你这么厉害的话，我就省下100万玉币了。喂，难道我逢人就说我很厉害啊？那是神力碑，可以用来测试力量，而且并不是说你的力量越强就能在上面留下痕迹，而是要根据你的境界。就比如说你的境界是天罡1重境，那么普通的天罡1重境就无法留下痕迹，但是如果是力量远超天罡1重境的人呢，就可以在上面留下痕迹了。我能行吗？应该可以吧。如果不是同境界中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就算是天罡10重境，也很难在神力碑上留下痕迹啊。传闻，如果实力足够的强大，甚至可以将名字铭刻在神力碑上。而如果是实力不够强大的人，来不及将名字铭刻出来，痕迹就会消散。我去试试。是西玄太乙圣地的候补圣子郭水呀。不愧是一方圣地的候补圣子，一身修为达到了天罡7重境。是啊，他的年纪看起来也就是20岁左右吧。青儿，怎么了？这个郭水就是木下那些太上长老想要逼我嫁给他的人。就凭这种垃圾，也配得上我的妹妹？好厉害啊！年纪轻轻的天罡7重境，还是一方圣地的候补圣子，简直就是完美的男人。没有达到极限级啊。这还不是极限，他以天罡7重境，可是展现出了相当于8重境的128头真龙之力啊！这个极限级的标准，就是发挥出超越自身2个境界的战力。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郭水需要发挥出254头真龙之力，才算是达到极限级？你好像是天罡1重境的境界，却能发挥出天罡5重境的力量，这岂不是说你超越了极限？算你有点眼光。极限级的标准是超越自身2个境界的战力，而极限级的范畴是超越自身2个境界到3个境界之间。也就是说，以天罡境7重为例，可以发挥出天罡9重境的力量和天罡10重境的力量，都是属于极限级的范畴，只是后者更强。但是如果能够以天罡7重境发挥出战灵1重境的力量，那就是超越极限级。太夸张了吧！可恶啊！你不去试试吗？虽然我不认为你能像神帝一样将烙印永远的留在这块神力碑上，但如果可以有出色的表现，必然会受到很多大势力的关注，得到圣帝级传承的招揽，成为圣帝真传弟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哎，都让啊！嗨，又有人想要来尝试了。有太乙圣地的候补圣子朱玉在前，这个时候跳出来不怕丢人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但总是会有那么一些人自命不凡，想要证明自己呀。哎呀，这个家伙的身上到底有多少秘密？出手的是一个戴着斗笠的人，不清楚其身份与来历啊。据闻他出手之时引动了16头真龙之力，虽然修有天劫功法，但具体到底是什么境界尚未可知啊。听说他是天罡1重境的修为，
开玩笑的吧？天罡一重境的修为16头真龙之力，拥有超出自身境界4个级别的力量。天哪！传说中超越极限的人出现了，难道是他？如果是他的话，那么他成长的速度就太惊人了。当初他逃走之时，一身修为还是单元7重境，如今已经踏入天罡境了。尽管区天罡境还无法构成什么威胁，但若是一个可以在同境界中超越极限的人就不一样了。传说中的9世轮回，一旦到了第9世就会觉醒9纹轮回眼，一旦成长起来，可化身为盖世至尊呐。我们就把梵文姐姐丢下，不管了。那个女人太能惹事儿了，和她走在一起，不是她给我们惹麻烦，就是咱们给她惹麻烦。我们不和她一起，是为了她好，毕竟诸圣地都盯着我，天玄宗和穆家也盯着你。如果以天罡1重境的修为来算，她算是超越了自身境界6个级别啊，还真是厉害呀！有人在神礼碑上留下了一个字迹，这都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那个字还在呢。听说上一次有人在神礼碑上留字，那还是7年前的事儿。在神礼碑上留下太乙2字，据说持续了3年之后，那俩字才消散不见的，依旧只剩下神帝2字，轰动一时啊。是啊，传闻那个人被赞誉为绝代天骄，纵然不如上古神帝，也相去不远呢。几位，你们说7年前有人在神礼碑上留下太乙2字啊？这戴着斗笠的人，莫非你就是在神礼碑上留字的人了？哈哈，你们误会了，我不是那个人。没错，7年前呢，有一个年仅10岁的少年来到了天罡域，在神礼碑上留下了太乙2字，3年之后，这字迹才消散在神礼碑上。而且听说7年前呢，那一个10岁的少年便是天罡1重境的修为了。如今过去了7年的时间，他的一身修为怕是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啊，足可让很多老一辈的强者汗颜呐。那既然留下太乙2字，这么说来，那个人应该是太乙圣地的人了。是不是太乙圣地的人我也不太清楚，但据传说那个人的确是出身太乙圣地，但是吧却不是太乙圣子，有可能是太乙圣地雪藏的某位天才。9世轮回诀既然存在，那么无尽岁月前的古人既然可以开创出这样的功法，那就意味着轮回之说是真正存在的。那么也就意味着除了9世轮回诀，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同样也能以其他的方式跨越轮回的岁月。难道说跨越了7000年的岁月，这一世的我将会再次遇到昔日的宿敌了吗？就是他。多谢你之前的手下留情。我有点后悔对你手下留情了。你就是在古天神门入口伤了苗哲的人啊？是又如何？放肆！在我们公子面前，你应该态度谦卑一点，懂吗？无妨，有实力的人骄傲一些也是正常的。我听说有一个戴着斗笠的人在神礼碑上留下了字迹，不知道是不是你呢？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公子，他怎么可能是那个人呢？我之前听苗哲说过，此人不过是显化16头囚龙之力而已，同境界连个顶级都不算，怎么可能是一个可以超越极限级的强者？我听苗哲说你的实力不错，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麾下呀？我玄剑公子在这天罡域呢也是小有名气，成为我的追随者，相信也不至于辱没了你。而且如果你的实力足够，我还可以带你去天迈山。追随者？我们公子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看中了你，那便是你的荣幸与福分，还不跪下效忠？聒噪！区一个随从也敢对我颐指气使的呼来喝去吗？放肆！王旺，好强大的战绩呀！起码也是地阶极品战绩了。不愧是玄剑公子啊，一出手就是绝杀。是啊，听闻玄剑公子虽然不是出身圣地啊，但也是来自于一方大族啊。土鸡瓦狗而已。果真有些能耐，就凭你能挡住我的一招，就可见你的修为并非是苗哲所说的那般，只有16头囚龙之力的程度啊。
以16头真龙之力在神力碑上超越极限之人，应该就是你没错了。纵然你能够超越极限，但是你的境界终究是太低了。天罡5重级和6重级相差甚多。好快的剑，这才是玄剑公子的实力，他最厉害的就是剑法了。7品灵剑啊！什么？你好大的胆子！看来神力碑那边的事儿惊动了一方大族啊！何止是大族啊，朱胜利都被惊动了，皆在寻找在神力碑上留字的人呢。将你手中的那柄剑还来！哈，我要的东西为何要还给你们呢？哼，少在我的面前摆架子。无论你是一方巨擘也好，亦或者是一方圣主也罢，只要是来到了这儿，一身修为就都会被压制在天罡境而已，有什么威风可言？找死！别想逃！哎，你们这些垃圾，可敢上来呀！哼，你以为站在第1重阶梯上就能庇护你吗？没错，第1重阶梯上修为都是天罡1重境，你一个人而已，莫非还能逆天了不成？无极顺势，找死！老实点儿。此人肯定就是那个可以在神力碑上留字的人呢。对呀，只要踏上了1重阶梯，修为必然只能是天罡1重境，他却是轻而易举的横扫了一个大族10几个高手啊！也只有能在神力碑上留字的人才有这样的实力啊！同境界的战力，莫非他已经是达到了极限级啊？快住手！哼，我为什么要住手啊？你是要与我们天玄族为敌吗？天玄族？哼！天玄族很了不起吗？在这天罡域之内，就算是你们的老祖宗从坟墓里爬出来，在我的面前，他还是得趴着。放肆！你只能在下面逞威风吗？啊，有本事上来一战呢，我让你一只手。如你所愿，老夫倒要看看你这个小辈到底能有什么本事。狂妄！哼，狂妄！哎，这么老的人了，也算是有点身份，气度这么差。年轻人，我劝你适可而止。怎么，你以为我会怕你们人多吗？哼，我给你们2个选择。什么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我杀了这些人。第二个选择呢？我需要一些材料，我们可以进行交易，用材料来赎人。惊雷石、天罗草、飞花鹿、紫云根，拿下他！杀！哼，人再多也只是一群土鸡瓦狗罢了。该死他！此人太狠了。天玄族被杀了10几个人了，这样的损失可谓惨重啊！是啊，那是一位天罡7重境的高手，居然也死在了1重阶梯上。对，可怕的人。是啊，真的很可怕呀。天玄族也算是南玄的大族了，倾尽了这么多的高手，也敌不过对方一个人呢。此人一旦成长起来，最少也是一圣子级的人物啊。你确定真的要与我们天玄族为敌吗？笑话，确切的说，是你们天玄族想要与我为敌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楚灵天。同样是姓楚，你与轮回者楚尘有何关系？关你屁事啊！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拿我清单上的材料赎人呢？当然了，你们也可以继续拒绝，不过下一次在谈条件的时候，我那份清单上的材料可就要双份了。你天玄大族天玄族大败，在1重阶梯被一个楚姓少年单枪匹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天玄族的宿老被擒，对方要求以珍稀材料来换，最少也是个极限级战力啊，一个圣子级的天才啊！圣子级的人物成长起来，起码也是个巨波级的强者呀。是啊，如果能够超越极限级，那就更了不得了，或许会成为比肩上古尊者般的人物呢。巨波称雄一方，尊者镇压一域，截然不同的概念呐。战力不如他，
便动用灵阵杀他。哼，不知所谓。不好，快退！他能影响灵阵，连灵阵都奈何他不得呀。我看他捏了一道印子，莫非是灵印？没有看出是什么灵印呢，但是他既然掌握有灵印，意味着他是一位灵纹师。虽然带着斗笠，但大概可以判断得出他的年纪不超过20岁。以这样的年纪拥有如此惊人的战力，还是一位灵纹师，他的防御怎么会这么强啊？哎，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他的罡气蕴藏有冰火之力啊？啊，先天冰火之体，那可是极其罕见的体质啊。倒也未必啊，有可能是后天修成的体质，但是这种体质起码也是个黄体了吧？我的耐心有限，如果我要的东西还没有送来，那么我就先杀了这几个人。我们妥协。的确是我要的东西没错。那柄7品灵剑还请物归原主。要拿回去也可以啊，拿前天圣水来换。前天圣水？年轻人，你的天赋很强，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天玄族的话，你要多少材料都可以啊。没兴趣，喂，再会。哥哥真厉害。那些家伙都被我给甩掉了，有人跟踪我。美女找谁呀？我找你。我见过你的画像，今日在天罡域内折腾出那么大动静的人，果然是你这个轮回之人。这么说，你是来者不善了。你误会了，我来找你是想要邀请你加入天华圣地。天华圣地？很少见天华圣地主动邀请别人加入呢。我想要邀请你加入古天神宗。你们既然都知道我是轮回之人，谁知道你们邀请我加入，到底是否对我有所图谋啊？楚道友说笑了，我等既然邀请，那自然是真心诚意。你是传说中的轮回之人，完成9世轮回，拥有一双至尊神眼。你若选择加入我族，必然倾尽全力地培养你，助你成为一代至尊呢。你与我狐族公主颇有渊源，可愿意加入我们妖族啊？我们人族的事，你们妖族来凑什么热闹？怎么不服气的话，那就一战了。我对古天神宗很感兴趣，欢迎之至。不过我现在不过去，让我妹妹先跟着你去古天神宗吧。我希望你们能够确保我妹妹的安全。没问题。我记得不久之后，你们古天神门就会招收门人，我必然会去的。拥有至尊神眼未必一定可以成为至尊，他或许会像历史中的那些人一样，最终销声匿迹，归于禁忌。是啊，轮回为禁忌嘛，而禁忌不可触碰。从古至今，无论是上古亦或者是更古老的岁月，都不曾有轮回传承留下呀。传说触碰轮回禁忌之人，最终都会不得好死啊。是太乙法旨。对，看来是圣地中的那位对轮回眼很是感兴趣啊。7年前以10岁之身踏入天罡域，横扫一切，疑似祖师转世的那个人。说话小心点，这是我们太乙圣地的禁忌之秘啊。自然不会乱说嘛。若真的是祖师转世之身，那么就算是轮回转世之人也不是对手啊。是啊，传闻太乙祖师以无穷造化转世重生，拥有一种旷古绝今的体质，造化神体。你说的没错啊，的确是神体无疑啊，堪称古往今来最强的体质啊。这天玄族的人简直就是送财童子啊。来的人很多，有想要拉拢我的，也有想要除掉我的，看样子是来了一个身份不一般的人呢。有点意思啊，这天灵族的人可是傲气的很呢。既然有人来加入古天神宗，看来这个古天神宗能在诸圣地的压迫下崛起于此地也不简单呢。这种场面堪比一方圣地招收门徒的场景了。那是自然的了。如果是在古天神门的外面，古天神宗的确是没有多大的名气啊。
但是在这古天神门之内，无论是天罡域、战灵域，亦或者是涅槃域，古天神宗那都是可以比肩诸圣地的存在啊。是啊，毕竟诸圣地的强大源自于真神器以及某些超越了涅槃境以上的底蕴手段，而这一切诸圣地不可能带进古天神门来，所以诸圣地在这儿也难以做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啊。真是羡慕那些人呐！开山门！2000年的传承不算长，但也算是积累了一些底蕴呢。天哪，这个人看起来很眼熟啊！我想起来了，7年前我还是天罡3重境，再次看到了他。难道是传说中那个疑似太乙祖师转世的妖孽？那可是一个真正的妖孽啊，号称转世真神呢，如神之子般高高在上。他竟然也来了，不知道是那轮回转世之人将他吸引而来，亦或者是这古天神宗之内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传闻古天神宗掌握了一方秘地，有可能蕴藏着上古尊者的传承，他有可能是为此而来啊。真神灭土，100年只为一人而开，那过去尝试人都失败了，这君太乙是否可以成功啊？君太乙本身就是天纵之才，修炼数千年的岁月真至巅峰，重回少年再次修炼，夺取天地造化蕴养己身，有可能化作了一具神体啊。考核开始，这座灵阵将会将你们传送到历练之地，其中呢有诸多的灵文灵阵，只要能够抵挡住灵阵之威，一路闯关，就可以通过考核成为入门弟子。好了，可以进去了。难道他没来？有这个可能啊，但是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呀。我猜测他就隐藏在人群之中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啊。不愧是轮回转世之人，掌握有一些特殊的秘术与手段，纵然是我等也难以揣摩呀。这样做会不会有点过分呢？切，管他呢，反正这里这么多的人，也没有人知道是我做的呀。我也没有办法呀，希望古天神宗的那些家伙别抓狂的好。不光是我自己的修炼，我妹妹青儿的修炼将来也需要大量的玉璧呀。算了，做人不能太贪心啊。如果我将所有的灵阵的灵材全部都给拿走的话，古天神宗起码损失上亿玉璧呀，绝对会疯狂的。一旦真的追究下来，这些东西藏在我的纳戒里边，还是会被揪出来的。恶魔溪，这里就是第9座灵阵了吗？有点意思啊。第1座灵阵内一共才有7个人通过了考核，每一座灵阵内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考核，但是竟然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就只有7个人成功通过了考核，这也太难了吧。年龄不超过30岁的天罡境数量并不在少数啊，怎么通过率这么低呀？主要这一次来参加的高手很多呀，所以考核的难度提高了。难道说这一次数万人参加考核，最终只会有不到100人通过考核，成为古天神宗的弟子？这古天神宗的胃口真大呀，考核难度提高，这么招揽到的必然都是很厉害的天才。你们弄什么呀？古天神宗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是为了找寻出那个轮回转世之人呐。能入第9灵阵者，皆是人杰，每一座祭坛上皆有1枚古天令。考核结束之时，得到2枚古天令之人，便可成为古天神宗认可的天才，会当作核心弟子进行培养。若是能够击败他人，夺得8块古天令以上的人，便可成为真传弟子，得到最高的待遇。古天神宗倒是也算比较大方，这座灵阵笼罩的范围是一片山林，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灵药，可以提升修为与境界。常态之下，以修为和肉身同时开启的状态，我的力量可以达到157头真龙之力。如果是开启掌控之术，以天罡3重境的灵魂力牵引天地之力加持己身，可以将罡气之力提升到64头真龙之力，达到221头真龙之力。比起天罡9重境的254头真龙之力，也相差不了太多呀。虽然是否成为真传对我而言无所谓啊，但是如果可以成为真传的身份，那么进入天脉山的名额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哎呀，没想到这一回竟然出了一个妖孽啊！年仅20来岁，一身修为竟然达到了天罡8重境，战力逼近天罡9重境了。没办法啊，虚龙太强了。听说当初有圣地传承，意图招揽他。哎，那他为何没去圣地呢？古天神宗也只有是在这个神门3域之内才能够与圣地比肩呢。那若是要去了外界，说到底还是不如圣地的呀。谁知道呢？哎，不过我听说啊，招揽徐龙的圣地呢，许下的是个候补圣子的位置。但是徐龙的胃口不小，不当圣子，他宁可不入圣地啊。哟，那看来他的目标是成为古天神宗的真传了。若是能成为真传，那也是和诸圣地的圣子圣女一个级别的天才了。一位奇才败了。虚龙太强了，那不是圣地的出身，却修有天阶功法，在基础上不弱于任何人呐。到底会是什么人让我如此的不安呢？那个人到底来没来呀？你就是徐龙，轮回转世之人。传闻你这一世只有16岁。哼，你知道的倒是不少啊。哼，纵然你曾经是强者，但是这一世也不过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我不信你能比我强。哎，是徐龙哎，一个地庭传承中走出的天才，有圣子之姿啊！年仅24岁，天罡8重境的修为，若是能够得到圣地级传承的培养，成为圣子级人物不在话下呀。徐龙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天才，但是与他对峙的这个人，虽然没见过，但是给我的感觉很像是那个轮回转世之人楚尘呐。的确是他。灵阵内的情况尽在掌握之中，这楚尘变换了容貌，一开始我等也没有认出他来。不过后来呢，他在第8座灵阵内挖走了布置灵阵的灵材，我们便可以笃定就是他了。挖走了灵阵的灵材？这一世他才19岁呀，却能够闯入第9座灵阵，可见他的战力已经达到了天罡7重境。轮回者虽然逆天呢，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他觉醒的时间很短呢，不到1年而已啊，应该不至于成长到多强的境界吧？哎，这可不好说呀。9世轮回之人，眼界与见识远超我等，不可揣度呀。入门考核就此结束。哎，怎么关掉了？不是，那古天神宗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呢？我们终于见面了，轮回者。你就是古天神宗的宗主了？没错，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加入古天神宗啊？据我所知，诸圣地对你的态度不明，你难道就不担心加入了古天神宗对你而言是羊入虎口吗？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西玄秦族一直都在追捕你的下落。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呀，因为任何想要打我轮回眼主意的人，都注定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得不到。但是与我合作的人则不然呢，这一世我若成长起来，将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好处。等你成长起来太慢了，虽然我承认你有很强大的潜力，或许曾经的你屹立于五玄大陆的巅峰强者之列，但你要重新成长到那一步，最少也要10年之久啊。10年太长了，会发生太多的意外。如果你陨落了，我们古天神宗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而且你也应该知道，我们古天神宗选择接纳了你，如果将来也选择庇护于你，那么将来就势必与诸圣地站在对立的局面了。你也应该明白，诸圣地呢，也不希望未来有一个至尊从我们的古天神宗走出去啊。所以你要证明你的价值，证明你值得让我古天神宗为了你而去承担去和诸圣地对抗的将来。那如果我无法证明呢？那就不好意思了。如果你无法证明这些，那么你如果愿意留在古天神宗，
那么你就是我们古天神宗承认的弟子。但是呢，古天神宗却不会像对待其他弟子一样庇护你，无论是你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古天神宗都不会插手，也不会出手庇护。我妹妹呢？她如今也是古天神宗的弟子啊。你妹妹和你自然不同，既然她成为了古天神宗的弟子，那么古天神宗就会庇护于她，但前提是你还活着。你倒是实话实说啊。没有什么不能说实话的，毕竟你存活的岁月比我们更加的久远，一些骗人的谎言在你的面前也根本是无用，不是吗？那么我妹妹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只要我还活着，我不希望我的妹妹受到任何的委屈。我也希望你能活着，毕竟我也希望将来会有一位至尊从古天神宗里走出去啊。楚尘是楚尘，他的妹妹是他的妹妹，你们要找的是轮回者，那么就去找轮回者好了。穆青儿是我们古天神宗的弟子，那么就会得到我们古天神宗的庇护。我很好奇呀，你历经了9世轮回，那么你过去的8世都是什么身份呢？你若是真想知道的话，我倒是可以告诉你，我所经历的8世之中，其中有一世是一位食品医师。食品医师？你说你曾经是食品医师？当时之中唯有一位食品医师，便是天一堂的一位老怪物啊。若是你拥有食品医师的造诣，那就真的是太惊人了。或许你我之间可以再做一个交易啊。你想要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我们古天神宗啊，有一位长老，是一位7品的医师，也是我们古天神宗内唯一的一个7品医师。他的修为早已经达到了涅槃境，却始终无法晋级8品医师的境界啊！我可以给你一份医道心得，不出意外，10年之内，只要你所说的这个人不是悟性很差的话，应该就可以成为8品医师了。那么，你想要什么？我要修炼的资源，足够支撑我修炼到天罡10重境，乃至于突破到战灵境的资源。这很简单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我修炼了一种特殊的功法，所以对于资源的需求很高。你还是看看这份清单之后再做决定吧。你的要求太高了，这份清单上的东西1、2个圣地的宝库都凑不齐呀，恐怕唯有诸圣地联手才有可能凑齐呀，哪怕是奇物阁也未必能拿得出这么多的奇物啊。你要的这些东西啊，都太罕见了，真难想象你修炼的到底是什么功法，竟然需要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不过你说的这些东西呢，凑齐的难度不大，我可以想办法帮你在1个月的时间内弄来。可以，我要的东西来了，我自然会给你8品医师的晋级心得。如此甚好。该去看看妹妹了。真神阶梯吗？君太乙，这一世你我之间注定要有一个了断呢。听说你是轮回者的妹妹，你们有什么事情吗？哼，没什么，只是听说你的哥哥很狂妄，得罪了我们天玄族，他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么说，你是来自天玄族了？你们天玄族的人不敢去找我哥哥的麻烦，于是就想要拿我出气。你可以这么认为没错，当初要不是你那个哥哥楚尘卑鄙无耻，又岂能威胁我们天玄一族？你过去曾是西玄之地天玄宗的弟子，与我天玄族本是一脉，如今却背叛了我们。你要如何先在你的身上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印记，
让你那个轮回者的哥哥知道得罪我们天玄族的后果。虽然他受到古天神宗的庇护，但是我们只要不弄死他，其他的事情应该都可以随便来做吧。你们不要太过分，否则我哥哥不会放过你们的。你真以为轮回者就能天下无敌吗？当初如果不是他仗着身处于异重阶梯上，他早就被我们天玄族的强者格杀了。他也不过是能在天罡一重境内逞威罢了，只要不是修为都被压制到了天罡一重境，他在天罡域之内又算什么东西？轮回者也不过是如此啊！以我等天罡7重境的修为，杀掉一个区天罡1重境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古天神宗不会庇护于他，我们倒是希望他出来送死啊！天玄族的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什么人敢污蔑我天玄一族？找死吗？是你终于出现了！族中的长老果然说的没错，只要我们找你妹妹的麻烦，你自然就会出现。让我看看你这个所谓的轮回者到底有什么本事！哼，不知所谓。天罡7重级的力量，就凭你们这些垃圾也敢来挑衅我，看来你们天玄族是真的没人了。不久之后我会亲自走一趟，只要是在这天罡域内，我会扫平你们天玄族这里的一切。狂妄！小姐，住手！青儿，你没事吧？对不起，是哥哥连累了你。回去之后告诉你们背后的那些老家伙，如果再敢派人来招惹我妹妹，将来我会亲手灭掉你们天玄族，将你们一族彻底的抹杀。我没事的，哥哥。放心吧，有哥哥在，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别担心，有些麻烦既然惹上了，就应该斩草除根。哇，是天玄族的人呐！天哪，这些人的修为全都给废了，下手真够狠的。哎，那女子不是天玄族的一位大小姐吗？年纪轻轻一身修为就已经是天罡7重境，竟然也被废掉了修为。是她？那个轮回者。楚尘与天玄族之间似乎恩怨不小啊。发生了何事？古渊在哪儿？放肆！竟然敢直呼宗主的名讳！我便直呼了又如何？我与古渊说话之时，他倒没说什么。你一个小小的执教长老，扯着个虎皮当大旗啊！身为古天神宗的弟子，却对宗主不敬，本座将亲手拿下你，以儆效尤。哼，想要拿下我去讨好诸圣地，何必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找死！我听说你的肉身很强，但是在绝对的力量碾压之下，任你的肉身再如何强大也无用。对付这种不知长幼尊卑的人，何须岳长老亲自出手？不如岳长老将这个机会让给我，我很想亲手斩了这个所谓的轮回者，让他那所谓的9世轮回与什么狗屁的未来至尊，一切都成为一场空。秦公子既然要出手，那么我就观战好了。你的胆子很大，明知道诸圣地的人一直都在寻找你，还敢如此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儿？你姓秦，看来你是出身于秦族了。当初在西玄之地的时候，你们秦族就想要抓我，后来抓不到我，便干脆将我的消息放出来，公诸于众。这份恩怨倒是要好好的清算清算。哼，就凭你也配与我秦族为敌？秦族很了不起吗？昔日的我也曾将之踩在脚下，我还真就没放在眼里。王莽！哼，就凭这点实力也想要对付我？纵然你能拥有超越极限级的力量也无用，修为绝对差距让我轻而易举的就能将你碾压。哼，你的依仗不过是同境界很强，但谁又会和你同境界交手？杀你易如反掌。真是无知者无畏啊！那么我倒是想要看看你能如何杀我。
这个轮回者楚尘到底有什么力气呀？听说他的肉身很是强大，如今他所展现的只是罡气修为之力，那么他的肉身之力可以增添多少啊？传闻他可以一个纵跃跨越数百丈，肉身比凶兽还可怕。可是就算他的肉身很强，也很难弥补境界上的差距吧？可惜了。存在于传说禁忌中的轮回转世的强者，难道这一世只能活到16岁就要夭折了吗？结束吧。不对啊，除了一开始的32头真龙虚影是罡气之力的显现，后来的真龙虚影没有汇聚天地元气显现呢。这是他的肉身之力啊！68头真龙之力的肉身境界，天罡7重境的肉身。哥哥真厉害！哼，就只有这么点实力吗？想要在天罡境内与我交手，让你们秦族的圣子过来还差不多。4品回元丹，而且还是上等品质的4品回元丹。就算肉身强大，这防御力也太惊人了吧！肉身对抗7品灵气，难道是我眼花了？哼，你们懂什么呀？上古传说中，若能够开启人体秘力，肉身无双，可如神兵利器。我也听说过。难道这个轮回者楚尘他开启了人体秘力，肉身强横，可以与灵气争锋啊？凝冰成灵，其中蕴含的冰寒之力可以冻结灵魂呐！想走？你以为只有你会用暗器吗？玄阴古阵，住手！月明山都懵逼了。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宗门内行凶！哼，他要杀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天哪，那就是传说中的轮回眼吗？据说9世轮回才能开启圆满，具有看破万物本源的奥妙啊。他开启轮回眼之后，只是一击就杀了秦风，这就是轮回眼的威力吗？可惜只是昙花一现，没能让我们摸清楚轮回眼具体的能力到底是什么。起码可以确定，他能看破秦风招式中的破绽，才能一击毙命啊！你可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聒噪！身为古天神宗的执教长老，却为秦族卖命。古渊若是知道了，可能会亲自清理门户了。你胡说八道！秦风虽然是秦族弟子，但是如今也是我们古天神宗的弟子。我身为执教长老，你却在我面前杀人，岂能容你？那如果刚才被杀的人是我呢？那就是你自己活该，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祸端。古天神宗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庇护，这也是宗主大人亲口证实过的。真是说的理所当然呐！我杀人不行，别人杀我就是活该，这是什么道理？秦风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他并不具备杀你的能力，但是你却杀了他，太过分了。没错，秦风虽然说要杀你，但是结果并没有杀你，反倒是你痛下杀手，心狠手辣。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连秦族的弟子都敢杀，完全不将诸圣地放在眼中。你笑什么？我笑你不知所谓。秦风我已经杀了，你奈我何？狂妄！莫非你以为你杀人还有理了？想出手就来，天罡10重境又如何？残杀同门弟子，当诛！说的比唱的好听，要我说你就是秦族的一条狗罢了。今日谁要一战，皆都上来，我楚尘全都击下。航天，给我破开！这是什么招数啊？简直是闻所未闻呐！以罡气凝聚成莲台，难道是一种强大的防御战技？能够挡住天罡10重境的横天神指，起码那也是天阶上品级的防御战技才能做得到的吧？你就只会防御吗？你连我的防御都打不动，你认为你能扛得住我的攻击？既然你想要让我出手，那么我就如你所愿，横天！什么？这不可能！就算他是轮回转世的强者，也不可能如此夸张啊！
不愧是地仙印。阻止他！谁若要战，就冲着我来！我输得不冤。太恐怖了吧！天堂十重境的执教长老都被打死了，那谁还能镇压得住他呀？不，天罡域内，他近乎已经无敌了。你们是谁？秦风是我族弟，你杀了他，我要你偿命！缩地成寸啊，不是传说中的那种绝学，而是秦族的小挪移之术啊！就是小挪移也很是惊人了，据说是根据缩地成寸之术的残篇开创的天阶绝学啊！战士印，真神绝学，无极风势。哼，天罡10重境我都杀了，你一个天罡8重境也敢来惹我？我秦城能杀你？如你这样的人才，秦族也不多吧？既然你找死，那我就送你上路。你小心点，此人很强，若是不敌，我们会出手的。放心吧，我练成了小挪移之术，就算不是他的对手，他也奈何我不得。秦族的小挪移术果然厉害，来无影去无踪啊，先天就等于是不败呀。这个秦城也是了得，秦族天才很多，但能将小挪移之术练成的人却不多呀。传闻秦族阵势神绝，还记载有其他的诸多秘术与战绩啊，让人神往啊。别乱说，那是秦族的禁忌啊，谁敢去打主意，绝对会遭到整个秦族的扼杀呀。结束了，你居然可以预判到我的秦城，送你们去上路。什么？真是印？这不可能！你居然懂得我们秦族的秘术战技？刚才那个是小挪移之术，和秦城施展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瞬间就杀死了一位秦族的弟子。难道说他是从秦族偷学的吗？很惊讶吗？你们秦族的真神传承也不过如此啊！我只是看了一遍就学会了。这不可能！我秦林练成一门绝学用了10年，在我秦族的历史上，就算是最快练成绝学之人，也用了1年。你说你看一遍就学会了，你当我是白痴吗？区一门绝学而已，还需要用10年来练成？你不是白痴是什么呀？大胆狂徒，竟然偷学圣地传承，当诛！你们又是从哪儿来的？太乙圣地，原来和秦族是一丘之貉呀！杀了他！秦兄，我们来助你，你们几个一起上吧。你的实力的确很强，但是你觉得你能敌过所有的人吗？我代表太乙圣地邀请诸位一起出手拿下楚尘，谁若愿意施以援手，从此以后就是我们太乙圣地的朋友。找死！死吧！快退！那是灵魂攻击的手段。你是来追究我杀死岳明山一事的吗？这件事儿错不在你。你我之间有过约定，所以我自然不会让古天神宗的人出手对付你，但也希望你能够理解，即便是古天神宗之内，终究还是会有一些人怀有别的心思和目的呀。那么我妹妹的事情呢？哼，若非我去看望我的妹妹，她可能已经被天玄族的人给伤害了。你答应过我会保护我的妹妹，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你的诚意。如果是这样的合作，那么你将从我这里什么都得不到。这是我的疏忽，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你的妹妹可以留在真传之地修行，我会专门派遣信得过的人保护她的安全。我希望你值得我信任，否则的话，将来我的妹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也不会放过你们古天神宗。天脉山要开启了，那这是你要的东西。哥哥，放心吧，青儿，
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哥哥，我在这里等你。青儿真乖，你在这里好好修炼，希望哥哥回来的时候，我家青儿的修为已经是天罡5重境了啊！我会努力的，哥哥。走吧，时间差不多了。关于天脉山的事情，我需要再跟你们重申一遍。一旦进去之后，生死就全部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了。你们将会遭遇到很多的危险和强大的敌人。据我所知，诸圣地中有很多圣子圣女都进去了，而我对你们的要求也不高。如果真的遇到了不可战胜的强敌，想办法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是，走吧。坠落古城，没错，就是这个古老的地方。坠落古城是什么呀？传说是从天上坠落下来的一座城池，来自于神帝统御诸天的时代。我们是应该叫你一声师兄呢，还是应该喊你前辈？哼，随你的意啊。哼，师妹，别开玩笑了，他就算是活了很多年的老怪物，如今也不过是才16岁的少年，叫他一声前辈，他承受得起吗？你想试试？喂，给我个面子可好啊！你们这次代表的是古天神宗，这还没进入天脉山呢，你们就要内斗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和睦相处，等到进入天脉山之后，互相联手，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楚师兄，到时候可要照顾我。先进入坠落古城，等待天脉山的开启。任你天骄无敌，最终也还是挡不住岁月。轮回者来了。轮回者何在？我来斩你，取你双眼。我们少主既然开口，那么你就挖下双眼，呈上来吧。哼，一只小妖加上一头老妖，也敢在我的面前逞威？找死！叫什么叫？再叫切下你的虎鞭泡酒！不知死活的东西！滚过来受死！哼，什么狗屁轮回者！我来屠了你，摘下你的头颅当球踢！少主，天脉山开启在即，有什么恩怨，进入以后再了断也不迟。此刻若是出手，就算能杀死此人，我们也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人族的各大圣地肯定也会想要抢夺轮回眼。哼，等进了天脉山，我再亲手屠了你！哼，一头小白虎而已，也敢在老子的面前嚣张？等到进了天脉山，我先扒了他的虎皮。说得好，我就看不惯某些人狂妄自大，好像是天老大他老二一样，太把自己当根葱了。轮回者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不过我倒是对你的眼睛不感兴趣，反倒是觉得你的性格很不错，所以想要和你交个朋友。我叫武泽，好，上古五族之人。正是。我实在是想不通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天脉山呢？以你的潜力，只要隐忍一段时间，天罡域内没有人能是你的对手。但是，一旦进入了天脉山，一切就很难料了。就连我都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想要对付你，得到你的那双眼睛，进而去窥探轮回的秘密啊！我早就说过，没有人可以得到我的这双眼睛。你的境界太低了呀！嗜血妖蛇，妖族最近这些年出现了很多血脉特殊的生灵啊！小虫子，你敢挑衅我？哎，别冲动啊！等进到了天脉山，你就算是弄死他做蛇羹也没人知道。等进了天脉山，我会吞了你，
尝一尝轮回者的味道。哈，你和那头小白虎正好可以凑一锅虎骨蛇羹汤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龙宫圣女，传闻中那个得到上古龙神体魄的龙女啊。天脉山终于开启了，那是传说中的一片战场，与上古神国的灭亡有关。若要进去，必须一跃而起，跳入那漩涡之中。漩涡在空中，没有强大的实力，进去的资格都没有啊！没错，天罡境内无法飞行，唯有凭借强大的实力跳进去啊！是龙宫圣女啊！好强大的力量，没有感应到罡气的波动，是纯粹的肉身之力。难道说她已经彻底融合了龙神体魄了吗？我们走。古天神宗这一代的天才倒是质量不错呀。希望你能从天脉山中活着回来。据我所知，其他各方势力的人都会借此机会针对你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肯定会回来的。我也希望你能回来，后世的史书上将会留下一段记载，一位轮回者成就了至尊，是从我们古天神宗走出去的。我们与你不是一路人，就此分开吧。那就祝你们好运了。哼，偷袭了我还想逃？轮回者，我来战你！想走？哪有那么容易？冰火之矛！什么？这也太夸张了吧！我黄烈怎么可能死在这儿？太他妈凶残了吧！他真的只有16岁啊！哼，竟然躲开了，这么狠！如果你能再躲开第3次攻击，我就放过你。黄烈很强，在南玄之地名气不小，但在轮回者的面前却只能是被吓得逃走，太可怕了。中圣地的天价悬赏虽然让人心动，但是估计没几个人有那个本事能够拿到手啊！谁还想拿我头颅去领天价悬赏的？尽管上来！看到那边的山林了吗？轮回者楚尘就在那边修行，切记啊，千万别去招惹。为什么呀？主圣地可是发布了天价悬赏，就算不是为了悬赏，若是能够得到他的轮回眼，那也绝对是一桩大造化呀！就算传说中拥有轮回眼的人号称未来的至尊，但你确认你能打得过他吗？黄烈为南玄的天才，可以说是仅仅次于圣子级的天才了，却是被他杀得落荒而逃，差点丢了性命。你刚才说轮回者就在那边？是啊，刚才那个人是谁呀？好恐怖的气息啊！好像是北玄之地玄冰宫的人，修有玄冰寒气。玄冰宫也是一方强大的传承，一些圣地级的传承都不会轻易的招惹。听说玄冰宫虽然没有出现过真神，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却是出现过数位强大的神圣境，也得到过一些上古真神留下的传承。如论底蕴的话，不比圣地差多少。轮回者有对手了。按照目前的修炼进度，起码还要接近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够突破到天罡3重境。如今我最缺少的就是时间了呀。既然来了，就不要鬼鬼祟祟的了。你就是轮回者楚尘？你又是哪根葱啊？早就听说你很狂，看来果真如传闻中的一样，只是不知道你的实力是否有让你狂妄的资本。玄冰阴谋，你是北玄之地玄冰宫的传人。你倒是有些见识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来历，就应该知道，以你不过16岁的年纪，纵然你是强者转世，也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哼，我给你一个机会，将你的双眼奉上，我留你在身边做我的仆人，以你轮回者的身份，倒是也有资格跟随在我的身边，追随在我的左右，将来随我征战天下。让我做你的仆人？哼，别说是你呀，
就算是你们玄冰宫的祖师从坟墓里爬出来，也不敢在我面前说这种大话。看来你是要我亲自动手剜出你的那双眼睛了。你可以来试试啊！死！我会全力出手，让你知道，在我的面前，无论你是什么来历，都如土鸡瓦狗。你的肉身竟然这么强！我说了，你还太嫩，想要挑战我的话，还是让你们玄冰宫的祖师从坟墓里爬出来吧！狂妄！玄冰宫传人怒喝：“就算你的肉身强大，我不信你才区16岁，你的修为又能有多强？看我以修为镇压你！”秦族的镇世印，你竟然修炼了秦族的绝学，有点意思。能让我受伤，对你来说也算是一种荣耀了。你以为我的实力只有这样吗？你所看到的不过是我冰山一角的力量而已。我明白了，你可以预判到我的攻击，所以每次都能够恰到好处的躲开，这是属于你那双轮回眼的能力之一。你以为你洞悉了轮回眼的秘密，但是你所看到的不过只是冰山一角罢了。你还能看破我招式中的破绽，很好，我越来越想要得到你的这双眼睛了。哼，空有力量也不过是徒有其形啊！你刚才不是还不可一世的要斩了我，夺我的双眼吗？此刻为何要逃啊？哼！玄冰宫的传人败逃了。轮回者的实力太可怕了吧，年仅16岁而已啊，难道就已经做到同境界无敌了吗？他的力量实际上是不如玄冰宫传人的，因为他的境界太低，但是轮回眼的能力很逆天呐。如果什么样的招式都能看出破绽，那谁能是他的对手啊？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可以将一门天阶以上的战技修炼到圆满境界，就不会有破绽存在了嘛。我的境界太低了，不然的话，不需要借助轮回眼的力量，我也能斩杀此人。不愧是大势力走出来的传人呐！玄冰宫虽然不是圣地，但也不比圣地差多少。一个20多岁的天罡境武者而已，身上的好东西可真不少啊！果然杀人才是最快的崛起之路啊！轮回者，姓楚的，你给我等着！他在那儿。只要再突破一次，我的力量就能够达到天罡10重境了。轮回者，是你？真是突破铁鞋无觅处，我们正好在寻找你，你竟然主动出现了。找我做什么呀？我又不是你们妖族的祖宗。找死！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在我们妖族的面前逞威！你算什么东西呀？你可知道，被你所杀死的是角族的人？角族又如何呀？一群投生犄角的蠢货而已。你太放肆了！角族的少族王就在附近，你必死无疑。我是否会死不知道，但是你们敢在我的面前聒噪，你们是死定了。你们也是来对付我的？别啊！楚师兄的实力这么强，我们可以喊着他一起去探索神谷啊！神谷？我们如果和他走在一起，会被诸圣地的人盯上，很危险。我说江辉，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我们好歹也是古天神宗的真传弟子，就算对上诸圣地的人，除了那些圣子圣女级的家伙，其他的人还不放在眼里。你们不要忘了，妖族的人也盯上了神谷，以我们5个人的实力，是打不过那些妖族的。我得罪过这个家伙吗？楚师兄有所不知，江辉的母亲是秦族之人。楚师兄，加入我们吧。
楚师兄，我听神宗内的老前辈说，你是强者轮回转世，那么你过去是哪一位强者啊？说了你也不会知道的。哼，人族的家伙也来凑热闹吗？哼，神谷是你们妖族的吗？我们人族怎么就不能来了？可谓是针锋相对呀！人族的蝼蚁什么时候这么狂妄了？人族的眼睛虽然对我们妖族没有多大的用处，但却可以将你降服，成为身边的仆人。哎，这个主意不错呀！人族传说中的轮回之人，成为我们妖族的奴仆，必然可以铸就一段佳话，名留青史啊！他杀过我的人，所以应该是由我来出手将他降服。你们这三头孽畜罪不可恕，正好我最近修行需要药膳进补，你们的血脉不错，可以下锅。不知死活的神族，在我等眼中你不过是食物而已，我会亲手拆开你的身体，吞掉你的血肉。我要吃了它！你们两个也想跟我抢？找死！就凭你们这些畜生，也敢挑衅我？哼，具有灵魂冲击效果的狮吼功。不愧是人族传说中的轮回转世之人，你的确很厉害。前段时间听说北玄之地的玄冰宫的传人与你大战，最终死在了你的手中。哼，是又如何？碧血狮子的血脉不错，你的精血可以用来入药，是你主动交出来，还是要我亲自出手将你活活打死？你想要我的精血炼药？碧血狮子的精血拿来炼丹，可以炼制碧血灵丹，可以让我在天罡境突破一个境界。找死！哇，楚师兄好强啊！别高兴得太早，孰强孰弱还很难说呢。这个姓楚的终究修炼的时间太短，境界比碧血狮子要低啊。哼，而且我听人说了，狮族的这头碧血狮子那是天生的血脉，得到了不一般的机缘造化，有希望晋升为更加强大的血脉，比肩地体呢。地体？王体、黄体、地体、神体至尊呢？可以说，若是拥有地级的体质血脉，起码呢可以成长到神圣级，有希望冲击真神之境，蜕变为更加强大的神体呀。唯有至尊，那一直都是传说，唯有传闻中的上古四圣拥有这样的体质与天赋。给我死！辟邪擎天诀！哦，不错的功法与战绩呀，可惜除了碧血狮子的血脉，就算是我得到了也施展不出来呀。不知道以地仙印是否可以演化的出来呢？与我对决还敢走神儿？你这是找死！哎，这个人族的家伙太强了，他的肉身简直就是比黄体凶兽更加的强大。哎，人族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肉身呢？难道说他拥有人族的某种地级体质吗？啊！竟然突破了！果然与强敌交手才是最好的磨砺啊！前不久才刚刚突破到天罡2重境，如今罡气修为更进一步，踏入了第3重了。你居然没死！有点意思啊，我居然会被灵纹之力所伤。不过6品灵纹是你的极限了，更强大的灵纹不是你这一境界可以激发的。你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这些鲜血勉强能够凝练出一滴精血了。你罪不可恕！我暂时不会杀你，毕竟杀了你，你的血液就会失去活性，失去了炼药的价值。擎天神印，是擎天神印呐！哎，那是真神开创的战技，威力无穷啊！上古时代狮族出过一位真神呐。是真神战技没错，但是这门战技对于施展者的要求极高，需要达到战灵境的修为方可施展。
而碧血狮子竟然这么强大啊！以天罡9重境的修为就能够施展这门战技了？哼，你逃不掉的。碧血狮子竟然败逃了。哎，他进入神谷之中是要置死地而后生吗？我们也进去。神谷之中传闻有大造化，若是被碧血狮子得到的话，我们便永远无法与他抗衡了。我们也赶紧冲进去吧。这个地方很危险，不要轻易的闯进去。哼，谁都知道神谷之中有危险，但若是因为危险就不闯进去，机缘造化可不会主动的送到你的面前呢。楚师兄若是不想进去的话，就在外面等我们吧。楚师兄，你真的不进去吗？整个神谷被一座灵阵所笼罩，我不会轻易的涉险。这座神谷若真是一位真神的陨落之地，那么这里所存在的灵阵就很可怕了。即便是一座普通的4品灵阵，一旦加持了真神的力量与气息，也绝对是恐怖啊，可以灭杀一切闯进去的人呢。谷中的气势太可怕了。这里是一头兽神的葬地，都给我滚开！这什么东西呀？一块青玉，气息非常的纯净，必然是了不得的宝物。从兽神葬地中带出来的东西绝对不是凡品，这个东西绝对不简单呢。滚！追！我们也去看看。该死的，我们在神谷之中九死一生，结果他却在外面坐收渔翁之利。快跑！这头兽王太恐怖了，他的血脉最少是个黄级。他在那儿。滚！我们要帮谁啊？江辉师弟与秦族的人走得太近了。我们不插手？不插手。竟然孵化出了一个生灵。从神谷中出来的生灵绝对非同一般，有可能身怀神级血脉，是一头天生的神兽。抢过来！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些人联手，你一个人还能无敌了不成？滚！楚师兄，可以给我看看那只小家伙吗？可以。哎，这小家伙不会是把我当成父母了吧？好可爱呀！先养着吧，我也要走了，后会有期。什么？你说那姓楚的轮回者从神谷中得到了一只小兽，疑似真神留下的后代，有可能是一头神兽。看来我们要立大功了，若是能将他擒杀，不仅可以得到轮回眼，还能带回去一头神兽，圣主必然会重重有赏。或许凭借这次的功劳，我们可以得到更强大的传承。找死！我们来自秦族，此次进入天脉山，专程来杀你的。你肩膀上的小兽便是从神谷中带出来的吧？这种神异的生灵不该属于你。多说无益，秦族之人我见一个杀一个，杀了他！啊！不好，该死的，他的速度太快了，一个都别想走。秦族来的人很多吗？我便杀个干净，一个不留。你不能杀我，圣子，不好了！发生何事？那个名为楚尘的轮回者出现了，我们秦族有很多弟子被杀，纵然18人联手施展赤火同人阵，还是不敌。族中的宿老说过，如今的天地环境开始变化，有可能重现上古时代的辉煌。我需要积累与沉淀，在这个时代成就真神，比肩祖先。区一个轮回者，不用放在心上。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亲自去找那件宝物。若能拿下轮回者，回去之后，圣主必然会有重赏。明月啊，如果你能拿下轮回者，那么你就必然是这一代的圣女。我会的，姓楚的，我跟你没完！我去，要么是有人想我了，要么就是有人咒我的。秦族圣子就在那边的山谷之中吗？哦，哈，你们秦族的圣子似乎并不在这儿啊！狂妄的家伙，无需圣子亲自出手，我等亦可斩你！姓楚的，今天我要让你好看！哈哈哈，原来是老情人在这儿啊！莫非你要杀我吗？啊？呸！
谁跟你这种恶人是老情人？你不要胡说！你这个人可真够薄情寡义的，你我可都是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了，莫非你要否认吗？住口！你与我秦族为敌，我身为秦族弟子，当亲手将你擒杀。好强啊！他接触震世神诀不久，既然修炼到了这种境界，不比圣子差多少了呀？是啊，要知道当初圣子修炼到这等境界，可是参悟了3年之久才做到的呀。传闻果然是真的，你偷学了我们秦族的绝学，你到底是什么来历？难道说你过去的某一世曾经是秦族弟子吗？你想多了，哼！剑破乾坤！你破不掉的。这一幕似曾相识啊！啊！震世天雷！以肉身硬汉天雷，这怎么可能啊？就算不是真正的天雷，那也是引来的雷电之力啊！一个天罡境竟然以肉身挡住了，有点意思啊！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别那么生气嘛，不如你从此以后跟随在我的左右，有我助你，将来的五玄之巅必然能有你的一席之地啊！我就不信我镇压不了你！女人就是要教训教训以后才会老实点。阻止他！滚开！快去找圣子，明月有危险了！你要干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上次给你留了一个巴掌印儿，有些不太好，所以我打算呢给你去除掉。你这个混蛋，我杀了你！喂，我真的打算给你去掉那个巴掌印儿，你要相信我呀！我宁死也不会让你羞辱！乖，别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看2眼摸2下又不会怀孕。你的姿色虽然不错，但是我还没有饥渴到饥不择食的地步啊！你混蛋！什么叫饥不择食的地步？难道这个混蛋的意思是说我秦明月的姿色不行吗？哎，果然最毒妇人心啊！混蛋，放手！好，放手就放手。欺负我一个女人，你还算是人吗？我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实际上我是想要给你一个机会。机会？没错，你应该知道，我并非普通的少年，而是一个拥有9世轮回记忆的人。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在这一世之前，我经历过8世轮回。无论是我对武道的理解，亦或者是我所掌握接触过的秘术、战技、功法，当世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知道的更多。哼，你是想要彰显出你的强大吗？哼，我的强大不需要去彰显什么，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记得你说过，你立志想要成为凌寒女帝那样的人，但是以你目前的状况来说，秦族不足以让你走到那一步。就算是秦族当中有人可以走到那一步，这个机会也绝对不会给你。因为说到底，你虽然是加入到了秦族的核心，但你终究不是秦族的嫡系呀。这么说，你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梅凌寒是一个异术，我无法保证你能够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如果有我的指引，将来的你起码可以成就神圣之境，以女圣之尊横扫当世，甚至于哪怕是成就真神，也有很大的机会。我凭什么相信你？在你过去轮回的岁月里，你可否成就过神圣境界？可否成就了真神？没有，但是我精通炼丹炼药、灵文灵阵各种秘术，第9世轮回圆满，无论是神圣之境也罢，亦或者是真神也罢，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也从未被我当作修行的目标。我知道你很难相信我，但是如何选择，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的手中。你想要让我成为你的人，成为你在秦族中的一颗棋子。秦族圣子既然不在，可见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秦族始祖秦天到底在这里失落了什么东西呢？喂，这株灵药是我的，哈哈哈，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你给我站住，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杀你。那个，我一定知无不言。
可曾知道秦族圣子的下落？你要找秦族圣子？我的天哪，你该不会是要去斩了秦族圣子吧？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区一个圣子而已，斩了也就斩了。区一个圣子？古来数万年，圣子多如牛毛，英年早逝的也有很多，不差他一个。你到底知不知道秦族圣子的下落？他去了东方。天迈山的4个方向，每一个方向的尽头呢，都是一片绝地，有大造化。秦族圣子去的东方尽头，传说是真神的战场，那种地方也只有圣子级的天才才敢闯进去了。真神战场，那个可不可以带着我一起啊？带上你？你难道不知道诸圣地都在盯着我？你敢和我走在一起，找死吗？啊？我只是想要亲眼目睹一场圣子级的大战呐！不怕死的就跟上吧。根据族中的记载，上古初年的那场神战过后，真神始祖回到族中不久就作化了。真神始祖曾经追随过神帝，负责镇守悬空古城，但是呢，却并没有其他人知道，悬空古城当中存在有神帝栽种的一株神药，失落在了这片真神战场之中。数万年的岁月以来，每次天迈山开启，我秦族都会派遣大量的弟子进入，来过真神战场很多次，根据多次的进入，找到了一丝蛛丝马迹，大概的锁定了那株神药的所在。那是一株神药，掌握一株在手，足可让我们秦族再次诞生一位真神。传说中的阴阳神药结出的果实一旦服下，就能蜕变为阴阳神体，而且神药蕴藏先天之道，若能参悟得到阴阳合一的真谛，便可成就真身，当世无敌。数万年都没有真神出现了，我秦族若能出现一尊，当可君临天下，其他的诸圣地都要臣服，甚至可以藉此创造神国，以我秦族为尊。幸亏这一线索只有我们秦族掌握，不然的话，若是被其他诸圣地得知，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派人进来争夺呀。那真神战场就在前面了。真神级强者留下来的影像吗？楚兄，真神战场真的很危险，乱走的话绝对是九死一生啊！如此你也敢跟着进来？嘿，楚兄敢进来，我为什么就不敢呢？我若不进来，又怎么会有机会看到一场圣子级的大战呢？这可是别人一生都未必有机会见到的场景啊！哎，楚兄，这里有些痕迹啊。你似乎在帮我呀，年轻人。实话实说啊，我希望楚兄可以斩杀秦族圣子。为何呀？你与秦族圣子有仇？我出身于南玄之地的一个传承，我弟弟年轻气盛，以为修炼到天罡8重境就可以在年轻一代中不弱于任何人。原本我弟弟已经败了，秦族圣子却还是出手杀了他。那个时候的黄涛根本是毫无还手之力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付出代价。秦族圣子杀了你弟弟，是维护自身的尊威，以此来警告其他的人，不要轻易的来挑衅他这位圣子级天才的威严。你要报仇呢，也无可厚非，因果循环本就如此。虽然我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我希望我能亲眼看到他死。他会死的。啊，楚兄，你怎么会在这儿？楚兄，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啊！青青经常提起你，他恢复的不错。父亲说呀，他的血脉蕴藏着比我更加强大的力量呢。哦，这么说，你们找到了父母？是的，我和父母提起楚兄你的事情，他们很想见你一面，当面感谢。哈哈，感谢就不必了。楚兄，相遇便是缘分，正好我得知了一些线索。这片真神战场啊，有大造化。大造化？没错，传说中的神药算不算大造化呀？你确定这里有神药？啊，的确有。按照我父亲的说法，我的祖爷爷呢曾经来过天迈山，进入真神战场九死一生，发现了神药的踪迹。所以呢，父亲将这个线索告诉了我。我进入天迈山之后啊，就直接来真神战场了。那个神药很难得到，不然的话，当年我的祖爷爷就可以得到这场造化。我听说了楚兄你的事儿，知道你是传说中的轮回者，过去的你应该是某位强者吧？
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得到神药呢。你们说的是神药？现在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秦族的人呢也进入了真神战场，目的绝对也是为了神药而来。你若是出力啊，得到的好处可以分你一份。啊，真的吗？我也可以加入你们呢？你和秦族有仇，敌人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朋友啊。这里就是神药的所在之地了。先天灵纹，的确是神药之地没错。必须要得到神药，这是我秦族崛起的希望。我们秦族也注定会成为这片天地的主宰。所有人都小心一点，听从我的指挥。神药有灵，气息勾动天地之力，形成先天灵纹。闯进去的武者越强，灵纹的威力就越大。我们都是天罡境的修为，所以灵纹的威力不会太过于强大的超出想象。此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行动。一旦惊扰了神药，我们就别想得到了，必须先得到他的认可。是秦族的人，他就是秦族圣子。圣子吗？他太冲动了吧？那可是秦族圣子啊，身边还有许多秦族核心弟子，有2个还是候补圣子呢。不用担心，神药没有那么容易得到，需要得到认可，会有考验。这是牛魔？这不是真正的牛魔，而是先天灵纹演化而出，是神药的考验。神族的年轻人，你很不错，战力超越自身3个以上的境界，有资格得到我的认可。上古之后，世间再无真神，我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辅助，让我在这一世成就真神，打破桎梏。若在上古，你的确拥有成就真神的潜力。再不出手的话，我们就要与神药失之交臂了。既然如此，还请神药随我离开。很可惜，我无法和你一起离开神族的年轻人。神药，还请给我一个理由。数万年前，我答应过一位真神，在这里等待一个人。如果我没有答应那位真神，以你的天赋，或许我会随你离开。真神？是上古时代的真神吗？我是上古真神秦天的后人，秦天始祖曾经守护过你啊。秦天的后人，那真是一段遥远的记忆了。那个时候的我虽已通灵，却还无法与人交流。不过很可惜，我答应过的那位真神并非秦天，也不是上古时期的某位真神。什么？不是上古真神？或许在那个时候，梅灵还就知道古天神门中的天脉山中有一株神药。神药，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等谁，但是数万年的岁月，沧海桑田，没有人可以活那么久的。年轻人，你的想法我很清楚，但你说这些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有我的选择。离开吧，你能通过我的考验，也算难得的奇才。这一片叶子就送给你了。有本源的气息。拿着它离开吧，其他的不要多想，不然的话，你什么都不会得到。神药，你不可如此啊！我们千辛万苦，历经数代人的心血，一直都在寻找你啊！没错，我们圣子已经足可得到你的认可，我族始祖也曾经守护过你，你怎可如此不讲情面？没有人可以存活数万年，你继续等待下去，也只是空等而已啊！聒噪！这只是小城，速速离开吧。这么强？一群蠢货！那片叶子是好东西啊，他带不走的。唉，看来这株神药我们是注定无法得到了。神药叶子不是凡物，若能够通过考验得到一片也是好的呀。可以试试。我先试试。我竟然这么弱呀！
不要太气馁，世事无绝对啊。若是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将来的你未必没有能力斩杀那个所谓的秦族圣子啊。我真的能有机会吗？我没有必要安慰你啊。秦族圣子也不过如此，自古以来比他惊艳的人很多。人族的少年，你的天赋不错，但却并没有通过我的考验。第2关考验可以看得出来，你的根基并不稳固。啊？我没有通过考验？那我可以得到一片神药的叶子吗？不可以。离开吧，年轻人。如果将来你将根基稳固夯实之后，或许你能够足够的经验，可以得到我的一片叶子。真是太让人震撼了。那我可否得到你的认可呢？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惊艳的天才。纵然是上古时期的真神，也不见得年轻时能有你这样的战力和潜力。很可惜，我虽然很想认可你，却因为一些承诺，不能离开这里。此前我与晴天后人的对话，你们也应该听到了。我想问一问，你答应一位真神在这里等待一个人，那么那位真神可是梅林寒？你已经知道他。世人知道他的人不多，知道他真名的人更少。莫非你就是我在等待的那个人吗？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你所等待的那个人，但如果是梅林寒让你在这里等待，那么你所等待的人可是云灵天。云灵天，若你是云灵天，你便进来吧。你若不是，就此离去，否则会有杀身之祸。他竟然为我留了一株神药。楚大哥的前世曾经是一个叫做云灵天的人，一位真神让神药在此等待，他与那位真神又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啊？若无林寒姐姐相助，我也无法走到这一步。上古时期的神战时，我也不过是刚刚通灵，在神战的波及中近乎陨落。后来林寒姐姐来到这里，点化了我，让我得以历经岁月洗礼，近乎化神。尽管还差最后一步，但这一步却是最难的，也不知道再过多少年我才能跨过去。林寒姐姐让我在这里等一个叫做云灵天的人，如果是你的话，就应该可以通过林寒姐姐留下的考验。你是我见过最惊艳的人，所以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如果你不能通过考验的话，林寒姐姐留下的可是真神的杀念，可一瞬之间让你魂飞魄散，彻底化作灰烬。让我看看他留下了什么考验吧。林寒姐姐留下的考验是一个问题。灵天，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的地方？荒北的冰原，我怎么会忘记呢？你果真是他，是那个让林寒姐姐念念不忘的人。难道他可与神帝比肩吗？按照我与林寒姐姐的约定，你既然是我在这里等待的那个人，那么你可以得到一场造化。什么造化？你跟我一起离开吗？我无法离开，因为我距离化神只差最后一步。上古初年，神帝找到我之后，并没有将我栽种在悬空古城。我曾常伴在神帝左右，留存有一些关于神帝修行的记忆，这对于你来说是一场造化。此外，神帝之所以选择了我，是因为我凝结的3枚果实。金色果实可炼体，助你练就金刚不坏之身；银色果实可提升修为，让你进进神速，修为突飞猛进；白色果实可炼魂，让你灵魂力变得更强，对你将来踏足战灵境以后的修行会有极大的助力。林寒姐姐对我有大恩，所以我当年也承诺过，若你出现，我可以将1颗果实送给你。只有1颗？1颗足矣了，不要太贪心。你要知道，
说被你拿走一颗果实之后，我要万年以后才会重新长出一颗。那可否送我几片叶子呢？叶子可以送你几片。能不能多送我几片啊？送出去4片已经是极限了，若是多送，会影响我的道基，化神就更难了。如果你不要神果，我可以考虑再送你几片。那就算了。你想好要哪一颗神果了吗？金色的吧。你直接在这里服下吧，否则药力会有所流失，此刻服用效果最佳。多谢，药力太强大了。我要打破传说中的极限了吗？太让人惊叹了，你本身的根基足够强大，纵是神果也只能让你达到极限，而不可能打破极限。但是你的体内蕴含着另一股特殊的气息，就连我也看不透。是它与神果的力量结合，让你有了打破极限的机会。难道一位不逊色于神帝的存在将要在这个时代崛起吗？这是什么？混沌真龙之力。传说是真的。什么传说？传说中，在比上古更加久远的时代，上古真龙一族就来自于那个时代。有真龙在上古时代化作真神，被称作是上古龙神。他曾说过，若能进化出始祖血脉，他还能更进一步。始祖血脉？听你一说，我似乎也想起来了。神帝也曾说过，更久远的时期出现过一些始祖级的存在，以初代最强。不过以目前来看，你的确是打破了某种极限的桎梏，起码在肉身这条道路上，你走到了一个近乎于前无古人的地步。尽管只有一头龙形虚影，却比之前1000头真龙之力感觉更加的强大。在你的身上，我恍如看到了另一个神帝。不管怎么说，我能有这样的一番造化，还是要感谢你的馈赠。你无需谢我，这是我对凌寒姐姐的承诺，也是我对她恩情的一种报答。你若真的要谢，也要去谢她才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9天神帝诀的战灵篇的确就隐藏在这些记忆的画面中，但却需要你自己去领悟。多谢。刚才发生了什么呀？石林中突然爆发出了一股惊人强大的气息，似乎就是楚大哥你的气息啊！还在石林当中，但自此以后呢就会闭关，先天灵纹会演化杀机，这片区域不能再来了。没能得到神药吗？得不到的，这株神药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个给你，这是神药的叶子。什么？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若是没有你的指引，我也未必能一路走到这里来啊。我给你，你就拿着，别那么多的废话。拿着吧。多谢楚大哥。这就是打破极限了吗？圣子，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啊？去找轮回者。哦，你们想要找我？竟然敢主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来斩你，想必秦族失去圣子，依然会让那些老东西心痛。想要夺我身上的造化，任何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莫非你以为你能越级挑战我？我听说过你的事迹，我也知道你的境界不高。不要以为我是那种可以被你越级挑战的废物。斩！你的力量竟然这么强！秦族圣子不过如此。好，快去帮忙，当我们不存在吗？圣子！天哪，圣子陨落了！快逃！哼，圣子不过是明面上的最强天才罢了。他终于死了。好了，就此别过吧。我想要追随你。我暂时不需要追随者。以你的实力，如今跟着我，十死无生啊！什么人擅闯？天玄族封锁此地，万人退避。天玄一族，还真是冤家路窄呀！无论你是什么人，立刻离开这儿！
不要让他离开，杀了他！天玄族的人总是那么的不长记性啊！狂妄的小子，你以为你是圣子级的天才吗？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连我都不认识，我说你们不长记性，还真是没说错呀。是你，轮回者，一起上，拿下他！布阵！哼，不自量力！逃啊！这简直就是魔王不可匹敌啊！他到底是人还是凶兽啊？多谢公子救命之恩。不用客气，我和天玄族本来就有点仇怨。不管怎么说，若无公子出手搭救，我一旦落入那些人的手中，还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下场。我听小玲姐姐提起过你，话说你是我的姐夫吗？啊？啥？你认识胡小玲？当然认识，她是我的姐姐，亲姐姐。我和姐姐走散了，也受了伤。楚哥哥，我可以跟着你吗？我叫胡小双。楚哥哥，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我的姐夫吗？姐姐回到族中，时常提起你。我还听说是你救了姐姐的命，还帮她重塑了身体。喂，小孩子别多问啊！我一点都不小，好吧？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你再诱惑我，小心我把你吃干抹净，还不认账。你既然是这种人，难怪姐姐说你是负心郎，她要把你带去狐族，你却逃掉了。呸！要真被带去狐族的老窝，被吃干抹净的人就是我了。练兵之地皆是重地，不是那么容易闯进去的。是啊，的确很危险，便是在那里受伤，不得已只能逃出来，不然的话，一旦被围攻，我可能就死在里面了。楚哥哥，你那么厉害，肯定能闯进去得到宝贝。你是我姐夫，你如果抢到好东西，一定要给我一份啊！谁是你姐夫啊？难道你真的要对我姐姐始乱终弃吗？她可是狐族公主，是古来少有的角色，你居然还不满足吗？这什么跟什么呀？小丫头别乱说啊！你喜欢姐妹花，想要把我和我姐姐一起收入囊中，一龙戏双凤。信不信我先把你给办了？你占我便宜，你要对我负责。楚哥哥，如果你真喜欢姐妹花的话，我可以去跟姐姐商量的。小丫头，玩火是会烧身的。我决定先吃掉你。别，我知道错了，我服用了丹药，但却好得很慢。我记得我是被一道灵纹偷袭受伤，伤口处有特殊的气息残留，难以去除掉。我看看，蚀骨灵纹呢？楚哥哥，你有办法帮我治好吗？趴下别动。你还懂医术？活得久了，什么都懂一些。老牛吃嫩草。喂，屁股又欠打了是吧？负心汉，老怪物，小双，我没事。对了，姐姐，我遇到了一个人了。什么人？小双，你在找谁？啊，那个坏家伙被他跑了。我听说练兵之地中有很多的宝物，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聚集在入口处却不进去呢？因为那里面太过于危险了。一开始进去了一批人，不是死了就是重伤。姐夫，我就知道肯定是你。姐姐，你害羞什么？姐夫跟我说过，他喜欢姐妹花，要把我一起给收了。不许你再胡说了。想要宝贝就老实点儿。一件强大的灵气，历经岁月，已经通灵了。刚才的那个是一柄匕首，数万年岁月没有损坏，的确通灵了。虽然是一件5品灵气，但是威力几乎可以媲美7品灵气，甚至比7品灵气更强。不愧是上古神帝命人建造的练兵之地，随便看到一件宝物都是已经通灵。放到外界去，足可引动巨波级的老怪物横空出世，大战争夺。不要小觑通灵之物，
如果相信我的话，我不让你动，就别乱出手。快走！啊，那柄灵剑难道是神器吗？你也太小看神器了。若是神器的话，刚才的剑气直接就将我们扫灭了，连灰烬都不会留下。那是一柄7品灵剑，因为通灵，威力超越了8品灵器。什么？对于上古时代的神国而言，这些都只不过是残次品罢了。姐夫，难道你真的是从上古活到当世的老怪物吗？不该问的别问。姐姐，他欺负我！哼，你们果然有一腿，合起伙来欺负我！小双，出手！这件兵器是什么品级啊？4品的通灵武器。不要小看这件4品通灵武器，对于一个天罡境的武者来说，4品通灵武器可以发挥出来的威力比7品灵器更强。虽然7品灵器对于力量的增幅更大，但是那一切都只是表面上的提升。天罡境的武者并非完全能够驾驭7品灵器所增幅的力量，而4品通灵武器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一级别的灵器本身对应的就是天罡境，所以无论它增幅多少，都能够让你完美的驾驭，且和你心意相通。当然了，如果是一个战灵境的强者，4品通灵武器发挥的威力就不如7品灵器了，因人而异罢了。谢谢姐夫，我倒是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里会有这样一件通灵武器，而且恰好是小双可以降服的？因为这里是练兵之地，而我曾经是一位炼器师，根据灵气在这片空间中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如果你想要找一件8品通灵武器，我也能给你找到。你真的能找到8品通灵武器？以天罡境来说，4品通灵武器正好，即便是5品通灵武器，一般人也降服不了。你倒是可以试试。哦，这么说，你要给我找一件5品通灵武器了。姐夫偏心，你给我找了一件4品通灵武器，却给姐姐找5品的。以你的实力还降服不了5品的。不过我说玲玲，双儿喊了我一路子的姐夫了，所以我就给他找了一件4品通灵武器。但是我这个姐夫有点名不符实啊。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清楚啊，你叫我一声相公，我给你找一件合适你的通灵武器啊。放肆！你敢亵渎我公主？相公，你给人家找一件呗。走吧。不许你乱说，否则姐姐以后不理你了。这个小公主已经得到了一件，那这一件可否让给我族啊？可以啊。多谢，将来若有需要，在我师族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必然相助。好说。师族很强，在18路妖族中不弱于我们狐族多少。将来我若有难，狐族可会助我呀？这可不好说。我知道你的前世是谁。哎呀，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在我的面前打情骂俏，人家会羡慕的好吧？姐夫，要不你干脆把我也收了吧？你不是喜欢姐妹花吗？我没有告诉13族啊。楚公子，之前言语间都有些得罪，我给你道歉了。些许小事，不足挂齿啊。没错，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是一杆战矛。战矛的话，我就不需要了。我想要一柄剑。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啊！带走，是拥有白虎血脉的虎族少主。青霄，谷中的兵器我看上了，莫非你要与我争夺吗？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就是那个人族的轮回者。在坠落古城之时，你挑衅过我，今日我要活撕了你，生吞了你的血肉，杀了他，夺取轮回造化。你们不需要出手，交给我就行了。什么？哼，跑的倒是很快呀。楚公子，你这也太猛了！哎呦，好锋利的气息呀，无坚不摧呀！走吧，既然人手已经一件了，我们就不找4品的了，专找5品的。你自己不找一件吗？以你的实力，
降服一件五品通灵武器还是轻而易举的。5品的我看不上。难道你要去降服6品通灵武器？那若要降服6品通灵武器，起码也需要战灵境的力量，那根本就不是天罡境可以做到的呀。没错，就算是天罡10重境的圣子与圣女，也无法达到战灵境的实力。那是大境界的鸿沟天堑，无法逾越。天罡与战灵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是从凡人朝着神灵蜕变的关键一步。适合我的兵器不多呀，我打算去里面找一找。你们都已经有所收获了，就先离开此地。要进入练兵地的深处，那太危险了。姐夫，不要去，万一你如果死在这里，我和姐姐岂不是成小寡妇了？难道我这个活了多年的老怪物也开始害怕寂寞了？1柄6品的通灵战剑，你们是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的太多，我们需要你的那双轮回眼。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懂得炼气，所以就能进入练兵之地深处来寻求机缘。我妖族之中已有天才懂得炼气一道，一个年轻的5品炼气师还真是难得呀，可惜要死在这里了。力量嘛，请虚影，为何不是金色的真龙虚影？以纯粹的力量来说，我应该可以硬汉没有意境之力的战灵级。什么？这怎么可能呢？他不过是天罡境而已，竟然可以拥有战灵级的力量。他这种状态一定无法持久，大家坚持住！他太可怕了，这简直不是人力所能够做到的。7品通灵，找到我需要的兵器就立刻离开。好家伙，你可不简单呐！我们走吧。黄烈，怎么回事啊？我和少言兄与你分开之后，听说你与氏族、狐族的人走在一起。带路。天狐公主希望你能告诉我们轮回者在哪儿。你与轮回者走得太近了，身为妖族的公主却与一个人族纠缠不清。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很久了。哼，手下败将而已，上次被你给逃了，这一次你上天入地都无用，我必然将你斩杀。一直听说人族轮回者的肉身极强，我倒是想要见识见识。将这些丹药分给他们。不得不说呀，我是真看不起你们这些人，不敢来找我的麻烦，却从狮族和狐族的人身上下手。哼，若不如此，你怎肯主动现身啊？很好，你们想怎么死？死到临头还敢说这种大话，你以为你是谁呀？除非你能够突破战灵境，不然的话，在这种局面下，你必死无疑。让俺先来会会他。你要小心，这头战猿的血脉很强。放心，这种货色我一拳就能轰杀。人族，你太狂妄了！就算你是轮回转世的强者，你终究也只是处于天罡境，胆敢小觑俺战猿一族！我说一拳杀你，就绝对不会动用第2拳。给我破！这怎么可能？他一个天罡境，怎么可能掌握意境之力啊？找死！哼，你以为我怕你啊？这不可能！哼，垃圾！哼，6品通灵战甲。哼，这种级别的战甲不是你能驾驭的，我看你能挡得住几剑！聒噪！你手中的兵器很强大，是从练兵之地得到的6品通灵武器吧？一起出手！你不是真正的地血妖族。哼，不愧是强者轮回转世之人，看来你知道的很多呀，狂妄！
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快就突破，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我的武道根基。不过，只要能够将你斩杀，得到你身上的血脉，我便可以炼制出灵丹，稳固根基了。杀！真龙翱翔于9天，可上天入地，自古以来不愧是妖族最强一族啊！难道说还拥有人族地体吗？哦，快逃啊！是不是感觉我强壮威武，所以看上我了啊？姐夫，你也太厉害了！你如果看上姐姐的话，把我也一起收了吧。你们人族不是经常说当姐夫的都很喜欢勾搭小姨子吗？我要以龙血炼丹，见者有份。我们也能有份吗？有。说到底呀，你们会被围攻差点死掉，也是受到了我的牵连。而我这个人呢，对待自己人向来不会吝啬。这只龙爪蕴含的龙血足够炼制出不少的灵丹了。服下炼化之后呢，足可以让你们的实力提升许多。太好了，多谢楚公子。我要突破了，我的血脉也进化了。看来借助神药的那颗金色果实，让肉身打破极限之后，在天罡境之内，就算是我的肉身境界提升，对于肉身的提升和增幅，也是微乎其微了。你是不是打破了传说中的极限？你对秦族圣子了解多少？你和秦战交过手了？啊，我斩了他。你杀的应该是他的一道灵体。三灵化神诀？你果然也听说过，而且你猜的没错，秦族圣子修炼的就是三灵化神诀。他进入天脉山的应该只是一道灵体，因为他的本体至关重要，不会轻易涉险。实际上我也不太确定，也没有任何的证据。你既然知道三灵化神诀，应该也听说过七魔炼血功吧？你还知道七魔炼血功？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是我感觉龙亦飞正在修炼七魔炼血功。你确定？我不能确定，只是一种猜测。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原本是龙宫圣女龙亦飞最好的闺蜜，她的哥哥叫做龙坤峰，两人原本都是皇血，很少有人知道，在龙宫中最一开始是打算立龙坤峰为圣子的，并且倾尽各种资源，希望让他从黄血龙族进化为地血龙族。正如你所见，龙坤峰的确很强大，他已经进化为半身地血，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成功进化为地血龙族，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在4年前，龙亦飞失踪了。失踪了？是的，失踪了，一失踪就是3年。龙宫没有宣扬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暗中寻找，却杳无音讯。直到1年前，龙亦飞回来了，而他的血脉也从过去的黄血进化为地血，无论是血脉亦或是修为，都超越了他的哥哥龙坤峰。我之所以怀疑他修炼了七魔炼血功，就是因为他试图夺取我的天湖精血。如果他没有修炼血功的话，他夺我的精血能做什么？虽然说天湖精血可以炼丹，但他都已经得到了净化神血的造化，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此外，我回到妖族之后，也调查了一些消息和线索。自从龙亦飞回来后，经常会有一些拥有王级血脉以上的妖族无故失踪。除此之外，龙亦飞也会寻找一些拥有特殊体质的人族高手。那么你又是如何知道秦族圣子秦战修炼的是三灵化神诀的？因为我在被龙亦飞偷袭的时候，听到了他与秦族圣子的对话，只是他们两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的肉身已经被毁掉了，若不是凭借狐族的秘术逃走，我早就死了。事情越来越有趣了呀。有趣？你应该知道那2门上古就失传的禁忌功法有多么的逆天，这样你还能笑得出来？你不懂，人生无敌是一种寂寞，连上古禁忌功法都出现了，看来数万年后的这一世就如同是一个轮回，自上古鼎盛之后的没落
如今又将重现武道鼎盛的时代了。上古之后，天地就成为了囚笼。如今看来，这一世的时代会很是辉煌，会有人强势崛起，以无敌之路打碎所谓的牢笼桎梏吗？哎，你知道什么地方有紫霞草吗？你想要去找紫霞草？很奇怪吗？紫霞草是一种上古灵药，早在数千年前基本上就已经绝迹，无处可寻。不过天脉山中的确有紫霞草，不过那个地方很危险，每次天脉山开启都会有人去寻找，但从未有人可以得到。我希望你不要去冒险，因为那个上古药源很危险。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但你应该知道，上古神国的药源肯定会设下一些禁制，以防止有人偷盗灵药。纵然历经数万年的岁月，那些上古时期的灵纹禁制效果不如从前，同样也非常的强大，不是天罡境武者可以撼动的，稍有不慎就会死在那里。我得去看看。正如你所说，如今的时代想要在外界寻找到紫霞草几乎不可能了，而紫霞草对我很重要。奇物阁收罗天下奇物，你若真的想要紫霞草，或许奇物阁中可以找到一两株。且不说想要从奇物阁中得到紫霞草需要怎样的代价，若真的只有一两株，对我意义不大呀。我和你一起去。你就别去了，一旦有危险的话，我估计没法照顾你啊。我们送你过去吧。这片区域铭刻了巨源灵纹，汇聚天地元气于此，可以让灵药生长的速度更快，药力更强。那是什么人啊？那是东穴某个人族圣地的圣子。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啊，难道是一个人族的地体天才吗？或许来自异域。我也是听爷爷说的，似乎最近一些年，异域的一些人开始降临，行走于五玄大陆。所谓五玄大陆，对我们神域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片贫瘠落后之地罢了。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居然可以遇到两个血脉纯净的狐族女子。这两个女人留下，趁着我心情好，你们其他人都可以滚了。